是个实质独裁的样子啊！乌克兰现在冻结全国大选，关闭俄语电台，把政敌抓走，这既视感是100%对应的啊。任何反对民进党的声音，通共、舔共、亲共，就用泽连斯基干的事情，就赖清德最想干的事情啊！他就希望我们台湾人来为他们的自由民主而战，但事实上，他们借着自由民主敛财、创汇，混蛋透顶。就这种人在执政台湾，所以台湾才会这么败。吴宗达，第2位俄乌战场上战死的台湾人，牧师黄春生为民主自由而战，亲友悲痛，以他为荣。哦，悲悯哦，悲什么？你是魔鬼，你这么是撒旦，你知道吗？这些民党想制造，爆个戏啊！我跟你讲，自由民主万岁！你民进党什么东西呀、有这种执政党的吗？看老百姓去洗脑。去介入他国的战争，有能力你去阻止也就算了，你台湾国防部可以派几个兵去？讲白了就是舔美国人的懒趴啦，烂人一堆。还他妈这一刻我们都是乌克兰人。如果今天真的有人响应的时候，你怎么不跳出来替他祈福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吴宗达10月31号在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城镇遭到手榴弹击中哦。第2位在俄乌战场上战死的台湾人，目前遗体人留在乌克兰尚未被取回。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资料，除了他跟先前战死的曾圣光之外，目前还有6个台湾人在乌克兰战场上。据了解，吴宗达有未成年的2个儿子跟1个女儿，所以他竟然就抛下了跑去作战。关于这件事情，牧师黄春生在脸书发他跟吴宗达生前的对话。跟你说实话，我们出去时有看到有些地方在挖战壕，代表我们守不住，我很难过。所以他是真的投入感情在打这个仗。旁边的民宅被炸到，我们准备换安全屋了，我好不舍得这9只猫。刚买一袋小孩子爱吃的巧克力跟糖果饼干，小孩子也好高兴。我想他恐怕不是个坏人。阿达心里非常柔和的猫战士，为民主自由而战，可以显见黄春生牧师他给予曾圣光的精神支持。你是为民主自由而战，把胸前的标志乌克兰跟中华民国国旗摆在一起，所以他本身是真的信仰这件事情。这就是民进党想要的嘛，洗脑台湾人，告诉台湾人说你现在是为民主自由而战。可是真的是为民主自由而战吗？乌克兰现在是实质独裁哦。泽伦斯基在美国的支持下冻结了乌克兰的全国大选，理由是因为乌东4州跟克里米亚半岛没有回归，所以他们不能投票，因此没办法正常的选举。这个理由跟老蒋一模一样啊。真的是把很多俄语电台都关闭了，美其名曰通俄，实际上就是镇压反对意见嘛。那跟民进党不是一样吗？任何反对民进党的声音，什么通共、舔共、亲共，这既视感是100%对应的啊。他们现在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战，所以他们很崇拜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维基百科英文版 political position far right 极右翼，大粹旗帜就在里面。所以吴宗达本身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说我若发生意外让我留在这里，那我就请问你的孩子呢？所以我觉得今天民进党坏透了，你把一个思想单纯的原住民朋友洗脑成为一个为自由民主而无畏牺牲的乌克兰是民主吗？过就是西方的一只狗啊！至少泽伦斯基政府就是这回事啊！如果泽伦斯基真的是自由民主，为什么不敢现在选举？因为泽伦斯基他开除的乌克兰的元帅名望太高，如果这选举人家回来参选，他可能会败选。这种弱势的家庭，再加上牧师一通洗脑，自由民主而战死了，你牧师你他妈的要养是不是？这真的很可恶到极点。你敢不敢面对乌克兰现在是个实质独裁的样子啊？就有这种烂党，总共8个人死了2个，这死亡率得有多高？25%的战死率。所以他妈的牧师为什么不自己去死？你牧师他妈爽爽的，还没接收乌克兰的讯息，还可以拿来发文吸引注意力，还在那边洗脑人家。你为什么不劝他说神是不希望战争的？你还为民主自由而战，你要叫他回来。台湾现在这么缺军人，以他44岁，他难道不能去报吗？那就算不行好了，他有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做？现在缺工缺的要死要活的，每天工人薪资这么高，你安排他去学个电镀或什么的，一天工资至少2-3千起跳，还不用抽税，全部现拿现用，混蛋透顶！就这种人在执政台湾，所以台湾才会这么败。就因为赖清德就是死独裁者，他脑袋瓜里就跟泽连斯基一模一样。你为什么不去质疑乌克兰？你质疑普丁是个独裁者？对啊，普丁独裁啊，他是用民选体制搞独裁啊。那乌克兰何尝不是呢？至少人家普丁敢面对选举，你泽连斯基敢吗？你批评普丁把政敌抓走，你泽连斯基没把政敌抓走吗？而且你想，乌克兰贪腐状况极其严重，乌克兰一批检察官领伤残证明，总检察长闹到辞职。10月24号的新闻被西方媒体穷追猛打。我就问一个问题啊，赖清德治下
下的检察官，活生生的把人给放走的事情有没有多？检察官就是政府里面最容易变成一群走狗的族群啊！没有人跳出来指责赖清德吗？泽伦斯基干的事情就赖清德最想干的事情啊，不是这样吗？所以前面有吴宗达战死，亲友悲痛，以他为荣，要荣什么？为一个独裁政权去打另外一个独裁政权，好玩吗？如果普丁是垃圾，那泽伦斯基肯定也是垃圾嘛。两个垃圾有什么好比的？为什么要在两个垃圾里面当垃圾堆清扫夫呢？你害人当个孩子失去了爸，很高兴吗？这就是民进党想制造的。台湾人被他们洗脑之后，拥护他们这个贪腐独裁政权。绝对独裁就绝对贪腐，所以今天其实吴宗达背后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作动，信仰我的民主自由，家里有3个小孩，有生病的老父亲，抱个戏好不好？给他自由民主万岁！牧师死在哪里？不死啊，继续活着啊！好悲悯哦，悲什么？你是魔鬼，你知道吗？你是撒旦，你知道吗？当初还把曾圣光推崇，如果政府正面对曾圣光这种行为严加痛斥，台湾坚决不介入俄乌之间2个独裁者的战争，你2个都骂，那不就是对了吗？结果不是，你去跟他瞎搅和。泽伦斯基独裁者你怎么不说啊？为什么现在又突然不是乌克兰人呢？道理很简单嘛，曾圣光不胜啊，吴宗达也没那么忠啦。为什么以前那么胜那么忠，现在不胜不忠了呢？因为很明显，川普要当选了嘛。就算贺锦丽当选，对乌克兰支持也越低了。美国准备要放弃乌克兰，你民进党什么东西呀？讲白了，就是舔美国人的懒趴啦，再继续刷意识形态啊！要死几个？有这种执政党的吗？看老百姓去死一死，去洗脑，去介入他国的战争，有能力你去阻止也就算了，你他妈你台湾国防部可以派几个兵去？烂人一堆，还他妈这一刻我们都是乌克兰人啊！结果今天真的有人响应的时候，你怎么不跳出来替他祈福呢？上次我们不是做金砖峰会的特辑吗？除了 Lula 在家里跌倒受伤摔破头脑之外，金砖现在所有的成员都出席，而且都是领导人直接出席，那代表什么意思？国际已经告诉你乌克兰的终极审判了嘛？2个在发生战争的国家，其中一个国家万邦来朝，另外一个国家官员到基辅都还要用偷渡的，见完之后才敢发布。国际现实就是这样。然后你不敢告诉国人，你还要洗脑国人去介入一场战争。这世界就是这么的残酷。但是我们台湾有一群非常可恶的家伙，他们一直在洗脑老百姓，他希望老百姓为他们的政治势力来服务。他希望洗脑我们台湾人来为他们的自由民主，但事实上他们借的自由民主敛财创汇，这个事情太多了，那不然怎么会有台盐绿能案呢？他所作所为的行为，你自己对照泽伦斯基、赖清德跟泽伦斯基 ，America's dangerous friend， 美国的危险盟友，泽伦斯基做的，赖清德正在做啊，泽伦斯基搞政治犯，赖清德正在搞啊。有时候我们一定要痛斥这种行为，把这个事情全部揭发出来，这个才是正道，因为只有这个样子，才会让更多人清醒。就是为什么我常常来抓青鸟的原因。民进党有更多的青鸟，台湾就完蛋。民进党的青鸟只要一直被打压，那民进党的群众就崩溃。他一旦崩溃了，民进党就没戏了嘛。他搞这种要的是我们的体制，不与他的爪牙嘛。